我玩这个游戏是从国服一开始就是在玩的嘛，然后当时是在50服，然后50服的时候，当时就是说你也知道我记得你当时有做了一个视频关于梦回首，我国服第一个上4亿战力的人嘛，当时就是说50服有4个大佬吧，然后就是经过了 K， 但是梦回首他 K1 没打之前他就退游了。K2 的时候，我们其实 K2 的时候就打得很累。为什么打得很累呢？因为可能我们有4个就是氪金很多的人，他们3个都退游了，只有我在玩。到了 K2 的时候，我们战区比较强的4个服务器，除了我们之外，有3个就是联合起来一起要打我们，然后就是我们这一边就比较靠谱的盟友就只有64。最后还是谈了给我们中战，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其他的氪金玩家都弃游了嘛，所以我选择去了118。然后原来16的国王小螃蟹就是我现在的女朋友，她也是从16服去了118，然后还有15服啊，当时也是国服人口比较多的，组成了118。那她离开16原因是因为就16那一帮人，他们就是说很怕担责任的，他们就是说一打逆风局，他们就要么不打，要么就是内部就开始意见不一样啊，总是要找个背锅侠。所以就是小螃蟹当时就不想在16服待了，就看他们那个样子嘛，就他去了118。然后到了118之后，118是后面的强服吧。当时就是说我们在后面服也有一些搞了一些联盟，然后他们在前面服也搞了一些联盟。当时我觉得互相想未来打一架的，就是后来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铁盟113嘛。113是跟我们一直绑定的，后来就是说16服的话，其实加强了不少，因为国服当时围棋最厉害的汪元豹加入了他们，16服确实是氪金是国服最多的，这不得不承认，所以他们就很强嘛。那他们很强的话，前面的区呢都跟着16绑定了，就16基本上把前面的区的外交都做了，什么11国联盟。然后当时的时候呢，K3 打赢了1区之后，觉得就是要找下一个竞争对手，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想打我们，就118。然后当时的时候呢，他们的一个主播就是那个十步杀一狗，他就来那个直播，他在直播间带了一个节奏，说118跟113是不是2打1都不敢跟16打那么怂？然后呢？当时因为他知道113跟我们是铁盟嘛，当时113有一个 WTS， 他有4个4-5亿的号，他是做到什么程度呢？他是全王国的克隆都是他负责的，就是说知道国服有拼多多嘛，但113当时的方式是你氪一条龙，他不找车身要拼多多门票，就 WTS 他会补贴300人民币给克隆的人，然后车直接 DKP 填。所以他每一次 DKP 如果有100多个箱子，他每个箱子补贴300，就是每条大龙补贴300，所以他每个 KVK 都花几十万。然后他当时就是做什么龙马都是直接送的，就整个区的几百条龙马他都直接报销的。当时我可以说 W 应该是国服最氪的最多的人之一，因为他当时养了整个113，他不是养他那4个号，他整个区都是靠他养。然后他跟我们关系是很好，因为就我们移民到118之后 ，K2、K3 都是做盟友嘛，然后个人打一次黄庭中战嘛。然后16知道就是说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大佬也面临退游，他们就在直播间说113、118是不是不敢跟我们打，1打2都不敢那么怂。那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肯定就很不爽了嘛。当时我们就决定就是说未来肯定是跟他们打的。但是就是凑不巧的，就是说我们分开报名了，因为当时我们刚进入征服赛季，我们不知道国服的刚刚进入征服赛季的区会匹配到已经征服赛季打一个的，因为我们也没有这种没玩过征服赛季嘛。然后当时113就被他们匹配到了，然后16服就国服第一的16服组了一个3个阵营打一个阵营打113，然后打完之后呢，我们就留局了。然后16服这个时候就来嘲讽，就说113、118必再留局一次，不敢跟我们打。因为当时是什么呢？当时是我们留局，我们到了第1战区，然后那个对我们很不利，原因是因为第1战区就只有113跟118，因为113是之前一次留局，然后这次是我们留局的，也就是说整个战区我们都没有盟友，然后整个战区都是16的盟友，因为16之前把前面的服的
王国的外交全都做了。然后当时我们是真的是想打，但是我们是想就是说，如果莉莉丝出过英雄战歌的话，那我们2v2，那我们还是有可能打一打的，对不对？然后当时呢出了那个八方，但是没出英雄战歌，那个时候我们就很头疼了，因为去八方的话肯定是对方盟友多，我们盟友少的。但是呢那个时候真的很想跟他们打一架，而且那个时候是16巅峰的时候，16最强的时候，我们就报名了。他们在贴吧嘲讽我们，肯定不敢报名啊，结果我们报名了。报名之后，之前说要1打2的16给你组了个5打3的局，他带了4个先锋王国打我们2个先锋王国跟一个当时不是先锋王国的3区，这就是国服第一服的作风。然后打赢了我们，当时我们就是没办法，我们只能叠保，因为真的守不住。因为关期一开16下来之后，他14跟102当时都是先锋王国，而且我们是就是说跟16打那一次之前是跟102刚刚打完，然后当时我们是国服第2，102是国服第3，然后是双方都打空了，最后我们拿了中战，就那一次打完马上跟16打，然后102、17、14、186。他带着4个先锋王国打我们，一边是102跟14在打我们，一边是16在打我们，分两条路在打我们一个服务器，然后另外那2个服务器在打113。3区就是到了关8没进皇庭，然后关8之前3区也是当时扛了好几波集结，也很给力。他一边打我们肯定只能叠保了呀，因为我们真的守不住啊，对不对？那你说你是国服第一，你带了这么多先锋王国打我们，然后我们叠保，我们最后是把那个厕所守下来了，我们3个服务器都互换了，他们一个厕所都没掏到，一个王国要塞也没拿到，然后他们还要在贴吧嘲讽我们，说我们叠保啊怎么样？那你国服第一服这么强的16，你拉着4个先锋王国打我们2个先锋王国跟一个，就你知道吗？就跟这次韩国人一样不要脸，你知道吧？看到这次960的情况，就看到了16当时的情况。你说你刚刚组了局3打1打了113，你又组了局，说打之前说的这么好听1打2、5打3打我们，然后打完之后呢，其实我们那一场打完之后，可能 W 又玩了1个赛季，可能也是因为113就是依赖他太多了，然后他也后来不想玩了，他就没玩了。然后113因为他不玩就崩了嘛，因为之前一直都是靠他打的嘛，然后就是一直在118，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收移民。为什么很难收移民呢？不是我们不敢打，国服当时都知道我们很敢打。我个人是2次 KVK 连续掉了5亿战力，就跟102打掉了5亿，然后我又冲到6亿，跟16打又掉到1亿多。没有人会加入我们的，因为加入我们的命运是什么？就是一个国服第一的16，一帮儿子，就是前面的区他们都叫做16的儿子服嘛。国服的第一服跟他们的一帮盟友会针对我们嘛，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觉得就来我们服务器就会被挨打嘛。我们也没有崩，因为我们好几个大佬都还在玩，也一直有在氪。当时你知道我们就是跟102打完打16之前，我们是有一个什么计划，就是50多次拼多多全部免费，车身回血的那一种，就是DKP 直接填的。然后跟16打完就真的就是中了2次填吧，因为我们留局了，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跟打了，因为我们连续打完2次又没有盟友嘛，因为当时没有人会愿意站在我们这边跟16打，你知道就是国服这种人情世故，看你最强，你有这么多盟友，对不对？欺软怕硬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去41，为什么呢？因为41是16K2 放弃的盟友。就是说16K2 的时候是非常的困难的，因为他当时是跟41跟1区3打5，然后他们2个最强的区带一个一般般的41区打另外的4个哦，因为也不是说3打5是3打4，因为有一个区7区是没参与的，然后他们打得很累。当时你知道为什么小螃蟹去41吗？就是因为当时16服打到第2天，当时16服的大佬李太白已经说要回厕所，不打了，觉得就是说1区不帮他们，然后16被4国围攻，然后当时是41站出来帮他们顶了17跟18一天，让他们缓过气来，然后当时41的统战龙嬷嬷去了16帮他们统战，这都是事实，因为小螃蟹是16的国王嘛，就是我女朋友，然后他们是通过这个缓过来，最后就是反败为胜，把这场局拿下来了。结果呢，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当时16最大的敌人17区，
跟41变成了死敌，因为17区很生气，41当时出力帮16嘛，然后呢 K3 的时候14跟41就遇到了，然后 K3 的时候呢17伏掏了41的厕所，到了 K4 16伏忘记了他 K2 帮他出力的盟友41，跟他 K2 死敌的16伏选择跟17结盟，放弃41，这就是16伏那帮人的嘴脸。为什么国服很多人说17是16的儿子呢？因为 K2 这么大的仇恨 ，K4 就变盟友了，然后 K2 他直接把41甩掉了，因为他觉得 K3 41打不过17了，没利用价值了，你懂我的点吗？所以16那帮人就是一直就是这一群小人。那不得不说，从王国的角度来说，阿瑞斯他管16是非常好的，他们的大佬、他们的刻度、他们的执行力，包括他们打埃及，确实没话说，这些他的优点我也不会否认。但是他们做人跟玩这个游戏的态度，就让我很看不起。所以我想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你说采访，我也不想说我自己什么，我是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因为很多人说可能国服其实很多人是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可能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然后就是说为什么去41呢？因为41没有忘记 K2 帮16，K4 就被16甩掉了这个仇恨，所以41一直是看16不爽的。然后41收了很多车身，那我们在118当时是觉得我们在118继续待下去肯定是没有报仇的机会了，因为我们收不到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选择加入了41。结果现在41比16强。我上个月贴吧，我发了一个贴吧，我说当时你们说1打2，那我们也应了你们的战，你们最后是5打3，我们也接了，对不对？你们最强的时候我们也接了，现在我们邀请你留局一次跟41打，不管你们是带你们的盟友下来，还是你们要单挑，我们都 OK。他们直接说不打，他们的主播直接说现在16已经太多人退游啦，什么什么的，我不会下来让你做充电宝什么什么什么的。你说这就是国服第一服，就是说他在比我们强的时候，他是直接欺负我们，对不对？现在他看到41确实很强了，因为现在41大佬也挺多的，而且车身也挺多的，而且都没有汽油。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汽油吗？我们就是有那一种我不把16干倒，我们绝对不会汽油的那一种。然后16现在是大佬都气得差不多了，他们还有阿瑞斯，其实李太白也在，就是这2个人是我们最大的仇人。但是上个赛季我们要求16留局的时候，李太白没退游，我们一要求他来他就退游，他下来他就退游，他也不管16了。然后说他现在就不跟我们打了，所以不跟我们打，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很无聊，我想来国际服，因为我也不想再参与国服的人情世故。但41的我会一直在41如果有架打，我一定会打，而且我不会弃游，我也不会停课。41的话，我一直是会一直冲的。但是我现在就是也不想再参与国服的人情世故了。最遗憾的就是16不愿意下来跟我们打这一次，就是这个事情。我说实话，我比较舒服，因为说实话，我玩这个游戏我最看不起的就是16服，他们的王国就是说对自己王国的利益，还有他们的管理，还有他们埃及啊那些，确实没话说。他们在巅峰的时候确实比我们强，这都是我认可的，我没有不承认这几点。但是他们做人的方式跟玩游戏的方式，我非常不认可。那他国服第一服组4个先锋，说自己要1打2，组4个先锋打我们，而且是刚3打1打完之后马上5打2，全部都是稳赢的仗。然后他们唯一一次稳输的仗就是当我们那次打完之后，他们中了2个赛季，大佬要弃坑的时候，他们跟21组了一个他们被1打3的局，然后他们输了。因为那次输了之后就开始退游，他们就开始走下坡了。之前全部都是顺风局 ，K2 我也可以说是顺风局，因为国服第1跟国服第2带一个A 国打另外4个 A 国，你觉得这个是实际上应该也算是顺风局吧，对不对？因为1区跟16嘛。K1 到 K8 完全都是顺风局，就打过一次逆风局就开始走下坡，就是打完那次就开始弃游的人比较多了吧，也不是说全部弃坑，就是每个赛季弃一点这样子，因为他们是打顺风局打太久了，然后就是种田的战力就是把战力种得太高了，他们没办法下先锋，没办法吸收新的血液，因为他们每次都打顺风局嘛，那你知道前300他那个战力越重越高嘛，没有可能下先锋的了。当你一个王国你7、8个赛季不下先锋的话，那你只能走下坡。说实话，我佩服他们的点是说，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们才到尽头，因为一个先锋王国8个赛季没有下先锋，对不对？早就完蛋了。
我是最看不起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当时是被气得半死，因为他先嘲讽我们说1.2也不敢那么怂。我们报名了之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哎呀，不是，你们有没有想想为什么每一次我们都是多打少的那一个？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只能说你强大的服务器永远是有外交的话语权的，我只能这样说，在国服的环境真的这样子，因为别人不想跟你打。那你既然已经占了这个便宜了，你不要又当又立，你都要5打3我们的，你还说哦，为什么我们每次都是多打少的那个？你们有没有想一想？那我跟你说，国服当时拒绝联盟，然后组4打4的局的情况少吗？对不对？说实话，4打4他们也是稳赢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113上个 KVK 刚刚被他们3打1过，我们刚刚跟国服第3 102血战过，对不对？我们两个当时都是精疲力尽的，几乎都废了。他们刚种完田，带3个 A 国随便打我们的，说实话，4打4他们绝对赢的，他还要组5打3，不要说别人来硬填你，我不认可这个说法。K 的时候我也拒绝过联盟，因为我想组4打4的局，很多王国都拒绝过联盟。我在国服玩的就是其实我早就想来960了，为什么一直没来呢？我就在想，这个16什么时候跟我们打一架？但现在我感觉他们也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因为他现在是刻意躲我们了，没意思。那我还不如来国际服体验游戏，就是这种不要搞这种外交。为什么这个时候来国际服？其实我2-3个赛季之前就想来960，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报仇。然后现在是我想报仇也报不了了，